在丧尸病毒爆发的末世，一支幸存者小队驾驶着马车来到了一个小镇，他们正是护送劳伦特的达里尔一行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小镇有希望联盟的联络人伊莎打算用这里的无线电联系北部基地，好确认之后的行进路线。很快，马车便在一个剧院门口停了下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达里尔便将武器留给了希尔维，让他保护好马匹和劳伦特。接着，他和伊莎走进了剧院中。进到里面后，伊莎告诉达里尔，联络人曾是个音乐家，只不过好几年过去了，他也不清楚对方是否还活着。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衣柜里探出了脑袋。Ami, bienvenue. Vous êtes vivant? Vous respirez? 许是太久没见过活人了，老头显得有些激动。一听达里尔说的是英语，更是神神叨叨的开始讲着一些英语单词，直接给俩人整得有些莫名其妙。伊莎再也看不下去了，直接说出了来意。老头这才稍稍冷静了下来，但得知他们要使用无线电后，便招呼着他们跟自己走。达里尔觉得这老头有些不对劲，但好在没什么危险，也就跟了上去。不多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地下室，桌子上果然摆放着一个无线电台，这可把达里尔兴奋坏了，赶忙捣鼓了起来。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想着联系一下老家那边，可他摆弄半天，无线电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跑到后面一看，发现机器的线路全都被剪断了。达里尔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可不料老头却神秘兮兮的来了句 You like a show? 接着老头在俩人一脸诧异的表情下，打开了一旁的音乐播放器。 Do you like Ravel? How is he talking about? 随着音乐声响起，老头似乎点燃了内心的火焰，直接兴奋地招呼着俩人朝着外面走去。二人对视一眼，都很疑惑，只能跟了上去。很快，他们便跟着老头来到了一个演播厅，巨大的音乐声充斥着整个房间，可台上的一幕却让俩人都傻眼了。只见老头正一脸陶醉地指挥着面前的乐队，可负责演奏的竟是一群丧尸。现在俩人也回过味了，感情这老家伙把无线电台的零件全拆给了音响。Ici, musique, culture, c'est libre. Et maintenant, c'est libre. 这家伙果然是个疯子，达里尔后悔了，绕了一大圈来到这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巨大的音乐声从剧院传出，希尔维和劳伦特自然也听到了，不过他俩都不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伴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大，一只丧尸被声音吸引，渐渐地朝着剧院走来。希尔维见状便走下了马车，举起了手中的步枪，眼瞅着丧尸越来越近，可没多少应对丧尸经验的他，因为害怕迟迟没敢动手。好在这时达里尔和伊莎走了出来，他上前接过希尔维的步枪，抬手就打爆了丧尸的脑袋。这声枪响也惊动了更多的丧尸，他们不敢再过多停留，直接驾车离开了这里。经老头这么一耽误，达里尔决定不再绕路了，打算直接前往巴黎的据点。经过了几天的赶路，他们终于是来到了巴黎的城外。放眼望去，整座巴黎显得寂静又破败，可劳伦特却显得很是兴奋。 Welcome home. 伊莎也很是激动，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很快他们便进到了城里，一路上劳伦特都在兴奋地打量着四周的建筑。他从生下来就一直生活在修道院内，哪里见过这些宏伟的建筑？虽然这座被称为浪漫之都的城市，现如今早已破败不堪，可在小孩子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It's written on this car. I've seen that before. It's pouvoir des vivants. It's a movement that started after the outbreak. Most of the cities under the control of Genet and our guerriers. The guys at the Abbey? In desperate times, people turn to order. Yeah, or God. 2小时后，他们根据神父的地图来到了一个墓地，因为这边有希望联盟在巴黎的据点。劳伦特告诉达里尔，他在书上有读到过，在这片墓地里沉睡的都是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时，达里尔看到了一个美国摇滚巨星的墓碑，这让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对方是在巴黎去世的。就在达里尔还在八卦的时候，不料劳伦特童言无忌地来了句 Not to fret, Monsieur Dye. You will not die in Paris. 就在他们走到园区中间的时候，突然一道声音叫停了他们。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La vérité est espoir. Vous êtes qui? C'est le Père Jean qui nous envoie. 听到暗号和神父的名字，男人放下戒备走了过来，只不过他一直盯着劳伦特这孩子。 En français. 看到伊莎点头，男人仿佛松了口气。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希望联盟存在的意义。
蓝人名叫法卢，是希望联盟在巴黎据点的负责人。他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达里尔，伊莎赶紧解释他是美国人，没有他的护送，自己一行人根本到不了这里。法卢也是表达了感谢，接着他用英语给几人介绍了下身后的人，随即看向了劳伦特。We've been waiting a long time to meet you, young man. 10分钟后，法卢带着他们回到了据点。这时达里尔询问他们应该有无线电吗？没曾想老头卖起了关子，张开双手让他们静静的聆听下，表示巴黎在哭泣。达里尔顿时觉得头大，他觉得法国的这帮人精神好像都有点问题。很快，法卢带着他们进到了生活区，这里居住着60多位幸存者，很大一部分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每天都会轮流外出寻找物资，还在天台上种植了许多农作物。1.5 million. That's how many rivers Gustave Eiffel used to build it. Looks like you got the tip knocked off him. The military helicopter crashed into it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 winds blow, the motor rolls. It must be magical to stand under it and look up at the sky. How about that radio? Et voilà. 谈及正事，法卢这才招呼他们来到旁边，然后介绍了一个人给他们认识，表示这是他们的通讯员。Bonjour. We have been using this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It's very effective. Les pigeons. Super efficace, monsieur. Les pigeons voyageurs. You call them homing pigeons. 达里尔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这帮人在开什么玩笑？无线电居然是信鸽，他还想着联系下老家，好告知家里自己人在法国。现在你说靠鸽子传递消息，那他还不如自己游回去算了。Pigeons, really? 就连伊莎都有点无语了，都知道法国人很随意，不曾想都漠视了，还是那么不靠谱。这时通讯员拿出了一只鸽子，表示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一只，跑5次只有1次迷了路。听他这么说，达里尔都懒得吐槽了。老头说着便将鸽子放飞了出去，打算用它向总部传递消息。达里尔询问要多久才能回信。Few days, sometimes bad weather. Un mois peut-être, hein? Could be a month. A month. Well, then this will take you the rest of the way, right? For the last part of the trip, yes. And my job's done. 此时的努哥快要崩溃了，说好的无线电总是出现意外，自己回家的计划都被推迟了好几次。既然护送任务完成了，那他也不想再耽误下去了。这时法卢表示，巴黎有个黑市，在那里应该能得到想要的。不过现如今这种情况，即便是情报也需要有价值的东西来交换。If I have to steal something, I will. You won't have to. I think I know where to find something. I'll go in the morning. 有了新的想法后，俩人也不再纠结先前的不愉快。这时他们看到劳伦特正被一群孩子们簇拥在中间，大家争先恐后的奉上自己的礼物。看来这里的人确实都将劳伦特当作了希望的象征。瞅着这一幕，达里尔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让一个孩子背负这些沉重的东西。伊莎却告诉他，对于有着信仰的人们来说，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这时劳伦特抬头看向了楼上的一个妇人，紧接着便走了上去。法卢表示对方在几天前失去了丈夫，之后不仅不吃饭，也拒绝和人交流，大家的安慰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可神奇的是，妇人竟然接受了劳伦特的拥抱。虽然不知道俩人说了什么，但妇人下一秒竟露出了微笑。达里尔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这一刻他仿佛感受到了信仰存在的意义，那是能够让人们燃起希望的东西。而另一边，复仇心切的科登也来到了巴黎，他知道凭现在自己的力量根本没办法找达里尔复仇，便想着到总部寻求帮助。他进到了一间屋子，见到了组织的最高首领。巧的是，他们组织正是当初努哥跳船逃离的那个。身为热内组织的首领，自然不认识科登这个小角色，于是开口询问他是谁。科登也是做了自我介绍，表示在几年前他在巴黎遇到了一场自称能拯救世界的运动，而自己也加入到了里面，并且还给他纹了刺青，成为了热内战士。他知道组织在寻找一个美国人，表示自己能提供线索。说着便将努哥遗落在修道院的录音机拿了出来。听到里面的录音，女首领真下来了兴致，原来那个美国人真的还活着。科登这么做自然就是为了能获取到帮助，好给死去的弟弟报仇。Pourquoi j'aimerais te faire confiance? Parce que je lâcherai rien. Quand ils sont morts, j'ai promis à mes parents que je m'occuperai de mon frère. Cet Américain, il m'a empêché de tenir parole. 为了弄死达里尔，热内夫人爽快地同意了科登的加入。T'es engagé? 接着他带着科登来到了实验室，向他展示了最近组织的秘密研究。只见实验室里有一只被铁链捆绑住的丧尸，看样子像是在承受着某种痛苦般，在疯狂地扭动着身体。随着丧尸挣扎得越来越厉害，实验人员赶忙从里面退了出来。
下一秒丧尸竟直接将铁链挣脱，然后一头撞在了玻璃上。看到这一幕，一旁的博士记录下了时间，表示只有18秒。可女首领明显不太满意。Continuez. 此时柯登的心里有些后悔了，组织居然在拿丧尸做研究，这疯狂的行为哪里像是在拯救世界。第二天，伊莎带着达里尔到了一栋公寓前面，她轻车熟路地推开了一扇门，这里是她曾经的住所。房间里一片混乱，显然是有人闯进来翻找过东西。伊莎捡起地上的相框，将妹妹的照片拿了出来，想将其带回去，因为劳伦特从来没见过她的母亲。接着他走到壁炉前，弯腰取出了一个铁盒子，那是他13年前藏起来的赃物，幸好没有被人发现，里面的东西全是硬通货。伊莎随手拿了一些违禁药品和首饰，现金在现如今倒没什么用了。感受到达里尔那诧异的目光，伊莎平静地解释道 Always none. Yeah, I can see that. Go check if there's any clothes left. 趁着伊莎去翻找东西，达里尔则站在阳台眺望着远方。末世之下没有一处是净土，不管曾经多么辉煌，现在都会变成废墟。这时伊莎走了过来，俩人久违地聊起了末世前的事。伊莎曾经也是个有理想的人，独自一人带着妹妹在巴黎求学，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却在一次意外中双双去世，于是照顾妹妹的责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只是不曾想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糟糕。对于他的过往，达里尔也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曾失去过重要的亲人，也遇到过改变自己一生的事情。这时达里尔听到了嘶吼声，扭头看到对面的楼里竟有一只丧尸，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俩人当即就准备返回据点，可不曾想